投资移民者的台湾置业启示录。感谢天公眷顾，我们在今年5月初开始动念买房，5月底便拍板定案，6月最后一天正式完成过户。3年前来到台湾，我们深深喜欢上这片土地，于是决定把家安在我们租住社区的另一个单位。我们原本租住在12楼，而这次买的是22楼。从决定买房到成交仅仅1个月，而那套房子更是上午参观，下午就定下来。当天我立刻支付了中介的斡旋金，晚上便签下契约。这速度让许多台湾朋友感到不可思议，他们总是惊讶地问：怎么能这么快下决定？其实，这背后是我多年来的准备和经验累积。买房是一场与时间的对抗。2021年2月21日，我和太太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。当时我只专注于把事业稳定下来，并没有考虑买房。但随着3年时光流逝，房价持续攀升，让我感到资金的贬值压力。在香港的经历告诉我，等待房价下跌往往是徒劳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与其等待，不如行动。身边的台湾朋友都认为房价还会继续大涨，但我的看法很简单：买来自住，而非投资。我希望这个房子能成为我们未来10年甚至更久的安稳居所，不再为房东涨租或搬迁烦恼。对我来说，拥有自己的房子意味着真正的落地生根。错过的香港时光，我在香港长大，对于房产的渴望从学生时代便开始。1997年金融风暴时，我只能望房兴叹。2003年沙士肆虐时，我认为房价会更便宜，但当时的经济能力并不足以支撑购房。2008年金融海啸后，我终于开始认真规划，但房价却如火箭般飞涨，始终追不上。回顾那段日子，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努力，错过了机会。其实，资金的积累从未停止，但速度总是追不上房价的飙升。10多年来，我的储蓄仅仅作为美元定存，等待房市下跌的契机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，也许老天爷让我等的是更适合我的地方——台湾。房子之外，人生的真正价值。现代社会，房产的价值早已不仅限于居住，更多是为了保值。尽管我在香港经营的公司利润稳定，但却总是无法赶上房价的涨幅。回头看，或许是我的眼界过高。如果当年选择能力范围内的房子，早已可以安居。移民台湾前，我选择将母亲免费提供的房子还给她，并建议她将房子售出换取美元。当时2020年的世界纷乱不堪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现金为王。虽然我不懂投资，只懂美金定存，但这样的保守策略让我感到心安。如今买了房子后，我才开始学习用闲钱投资0050和 VOO 等 ETF， 这些都是长期计划，买入后就放手不管。买房其实是一场长跑，这次的快速决定看似偶然，实则经历了10多年的积累。3年来，台湾的房价确实大幅上涨，我深知无人能保证未来的涨跌。但回想过去的犹豫，我不愿重蹈覆辙。快50岁的我，难得还有能力实现多年前的心愿，这让我无比感激。有人说，房产会成为意志的磨石，这话不假。从2008年金融海啸后，我心中长期压着一块大石，无数次懊悔当初为何不再努力一点。这样的心理压力，我相信许多人都曾经历过，尤其是那些希望高卖低买却错失时机的人。数十年的光阴就此流逝，追悔莫及。在台湾，感谢每一位朋友，我们的买房之旅少不了台湾朋友的支持。感谢太太的好姐妹，耐心陪伴我们看房，教我们杀价，并提供许多实用建议，让我们避免买错地点。感谢 Jackie 细心帮我们检查文件，确认房屋资料，让整个过程顺利无比。感谢陈医师
引导我们学会资金规划和财富管理，弥补了我多年来在理财上的空白。还有明明和小赖，专业的投资心得和杀价秘诀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我们更感谢与球场认识的球友，从建商选择到贷款细节，给予我们无数宝贵建议。虽然投资移民身份让我们无法贷款，但大家的帮助仍让我们心存感激。最后，我要感谢陈教授。购房后，我愈发感受到理财的重要性。您手把手地教导我经济知识，让我从一个完全不懂理财的人，逐渐掌握投资的门道。这份无私分享，我会永记于心。心安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或许我是少数不希望房价继续上涨的人，因为我深知许多人只是想拥有一个安乐窝，却因此承受巨大压力。希望未来科技的进步能帮助我们解决深层经济问题，让更多人有余力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生活，而不是被房子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。再次感谢台湾的每一位朋友，感谢天公眷顾，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实现我多年的心愿。